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思念我呢？我忽然有些后悔，或许我不该因为过于思念而一时冲动，将你约出来见面。你连约会吃饭都这么匆忙，可想而知最近你是怎么度过的。我们这次见面，反而挤压了你原本就很忙碌的时间。我不想因为自己的私心，而让你变得更加疲惫。虽然你这样说，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是不是更加忙了？那就专注在你要着手的事情上吧，紧要关头不要分心，否则累倒的是你自己，心疼的可是我。有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今晚的见面对我来说就已经有了特殊的意义。等你忙完，我们再好好约会，尽情的放松。这段时间我就练习一下仅凭对你的思念来度日的技能吧。对了，前几天泡芙那个小家伙又来了，就是你猜的那样，我已经问过，他这次又被派去外省进行医疗支援了。之后你忙完就过来和我一起照顾泡芙吧，我觉得他也很想你。
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居然敢来吵我睡觉。想蒙混过关，这招对我没用。这几天你开门开冰箱，下一次你是不是就学会开锁了？不，看起来你已经学会了。怎么，想你的主人了？他忙，就像某个人那样，非常忙。所以，你要学会自己忍受思念的煎熬。像我一样，练习一下仅凭思念来度过这段时间，怎么样？你在看什么？你怎么站在卧室门口？什么时候上来的？你在看哪里？你是来救猫的？不回答，那一定是过来救我了。你看，我已经到了要对着猫说那些坏话的程度了。你说救我什么呢？稍等我一下。你是不是想问，我克扣泡芙的猫粮，是因为它早上吵醒了我吗？这是在夸我深谋远虑吗？不过，这次并没有太多深意。刚刚我那么做，主要是因为泡芙这2天没什么胃口，吃的比较少。猫粮一直那么堆着，很快会受潮，也容易生细菌，所以我才拿掉了一部分。至于吵醒我的代价，等他精神好点，再跟胡乱开门、开冰箱等调皮行为一起算也不迟。在笑什么？所以，你是在笑我早上的失态吗？或许吧，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没错，我的领地意识确实很强。对我来说，卧室这种非常私密的休息区域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来的，尤其是睡觉的时候。没关系，你不一样。人在陷入睡眠后，对危机的防备意识很低。同样，相比清醒时迫不得已戴上的种种面具，
在睡着后自然也会脱落。换句话说，睡着时是最容易暴露脆弱与丑陋一面的时候。所以一般情况下，除非拥有深厚的情感，或者有相当的了解，否则很少有人会愿意将这样的一面暴露给外人知晓。有点相似吧。不过至今为止，能随意进入我的卧室，还把我吵醒，却让我无法生气的，恐怕也只有某人了。看来我命门的处境岌岌可危。这些可能是他们下意识想保护命门的条件反射吧。放心将命门交给主人的猫，一定是非常信任和喜爱，才会甘愿被其触碰。或许，也是因为了解自己的主人，并不想故意伤害自己，所以，他们即使受了一点短暂的委屈，也会安慰自己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他今天真的有点不太对劲。我们试试跟他互动，看看他的反应。如果还是这样，就带他去宠物医院。这种反应太异常了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带他去宠物医院检查看看。所以我们想给朋友的猫做一次全面的检查，看看是不是哪里生病了才这么没精神。明白了，让我们先检查看看吧。只是检查，医生不会伤害你。他应激的反应有点大，我建议你们联络一下他的主人，听到熟悉的声音会让他放松一点，不然这种情况持续太久，对他身体的影响更严重。好。看来是在忙。你说的对，或许可行。哎呀，这个小家伙啊，最让我头痛的应该是太过聪明了。啊，他一般喜欢吃那种……啊，对，鱼肉味的猫粮和猫罐头，他都很喜欢。不过别让他贪嘴吃太多啊。啊，谢谢谢谢，那这段时间就麻烦你们了啊。泡芙是只很聪明的猫，它很清楚谁是它喜欢的人，
谁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人？他性格看似冷淡疏离，对情感却又不输给人的感受和执着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仅仅是高宇阳的声音，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这倒没有，只是最近稍微有了些相似的体会而已。没错，相比起单纯播放音乐，猫对动态的事物更感兴趣。而且，以前我用过相似的方式，就是不知道适不适用这个小家伙。稍后和你细说。能有效果就好。我对这方面研究并不深，只是之前上学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好在这次也起到了作用。以前在斯沃尔特，每当我去琴房练琴，总会有几只小猫跳上窗台来听。而我无意中发现，弹奏的乐曲不同，猫的反应也不同。虽然这也受到猫咪自身的性格习惯等因素的影响，不过大多数时候，舒缓的古典乐演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它们负面的情绪。有时候看着你，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重要的人不在身边，也不能轻易见面的感觉，其实没那么好受吧。即使能通过思念来熬过离别，但那些情绪和心理上的变化，却是完全控制不住的。所以，当它出现的时候，仅仅是一段声音，都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。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谈到的命门吗？其实那个时候，关于它，还有些东西我没有说。无论是人还是动物，当遇到生命中那个至关重要的人时，命门就已经被无形地交付到了对方的手中。从那以后，你的喜怒哀乐、种种欲求，都会被对方所掌控。而从那一刻起，即使是高贵而矜持的猫咪，也会失去所有抵抗的能力。不同意吗？但比起我们小心翼翼地思索各种方法和手段，高宇阳只需要用一段声音，就可以让你高兴起来。
你的命门确实被他把握住了，不是吗？又开始撒娇了。不过这次，你倒是找准了有效的对象。没错，检查结果全都正常。宠物医院他发过来了。走吧，相信这次应该能解决泡芙的问题。怎么了？在我面前不用顾虑什么，你说。嗯，多少都会有些难受，但只要告诉自己，很快就能见面，用即将到来的希望压制思念的欲求，最终还是可以度过的。你我还在想，你什么时候会注意到？这是你要负责的事，可怪不到我的头上。别停，很舒服。
距离上次我们的私人相处时间，已经过去了15天零15个小时23分钟。四舍五入，16天不见了。因为我不仅珍惜我们能见面的每一刻，也十分在乎我们不能见面的每一天。但是，你有天然绝佳的，让我无法开口提出见面的事。你无比热爱的工作。为了你的热爱，为了让你在关键时刻更加专心，我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靠思念你来度过这段时间。忍受思念的折磨，一直想去见你的冲动，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。所以，你是不是应该补偿我一下？只是摸摸头，还远远不够。还有呢？好。不过现在，再多陪我一会儿吧。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对泡芙来说，也只能暂时用这种方式画饼充饥，缓解思念带来的焦躁和不安。假设某一天，我也去了很远的地方出差，一段时间不能回来，也不能用短信视频联络，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思念我呢？我不敢想，我回答不出来。半个月已经让我快要忍耐到极限了。如果我们真的……我看他今天精神得很，甚至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享受2个临时铲屎官的贴心服务了。这段时间，我就练习一下仅凭对你的思念来度日的技能吧。还把我吵醒，却让我无法生气的，恐怕也只有某人了。看来我命门的处境岌岌可危。无论是人还是动物，当遇到生命中那个至关重要的人时，命门就已经被无形地交付到了对方的手中。从那以后，你的喜怒哀乐、种种欲求，都会被对方所掌控。某一天，我也去了很远的地方出差，一段时间不能回来，也不能用短信视频联络。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思念我呢？你醒了？刚刚泡芙跑上来，我怕他打扰你睡觉，就想过来带走他。
结果你忽然醒了。梦到我，怪不得。我弹了2首钢琴曲，一转头就看到你睡得正香，像是在说梦话。于是我就过来，想听听你都说些什么。好像说了什么思念之类的，我没太听清楚。我刚想离开，你就突然像这样勾着我的脖子，不知道是要做什么。正巧你醒了，我想问问，你到底梦到了什么，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？看来你是彻底睡醒了。你这是在摸什么？以为我真的会像猫一样反应吗？每个物种的命门都不同，至于我的命门，我以为你知道答案。我感觉你好像摸上瘾了，看来我的命门触感很好。什么？我现在觉得，我和调皮卖萌的泡芙，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。比如此刻，我有你的陪伴，也能感受到，你对我的思念程度，也许并不比我少太多。早上好，打扰到你了吗？你好像还没完全醒。看你刚刚那么快就回复了消息，我还以为你已经醒了，抱歉。是吗？看来我发消息的时间很凑巧，刚刚好让你睁开眼睛就看到了。没有什么急事，只是高医生完成外省的支援任务回来了，下午要过来接泡芙回家。我觉得你可能会很想送送他，所以问问你下午有没有空。怎么这个表情？是时间不方便，还是不舍得让泡芙离开？是后者啊。其实，今天接到他电话的时候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可爱当然是一个原因，但除此之外，泡芙在的这段时间，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安慰和温暖。不过对于他来说，能回到重要的人身边，才是最幸福的事吧。想给泡芙做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礼物，当然可以。你想做什么？没想好也没关系。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去手工店看看，或许你会有一些灵感。不过我相信，无论做什么样的小礼物，泡芙都会喜欢的。我当然会和你一起去，只是我不太了解这方面，所以到时还要你多教教我了。既然说到了这里，你要不要早一点出发？我可以和泡芙一起去接你，我们都很想你。好。
那你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